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0号，星期四，第4个训练日，今天轻松跑了。今天屏幕上的数据会跟之前的来源不一样，今天用的是高驰的数据和高驰手表自己算出来的功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能看见吗？走两步啊，看。这就是今年大阪马拉松那段时间碰到的那位你们总说的白菜老哥，当时送我的那双他们那边产的这种跑步的拖鞋。我看这个还是挺有名的，上面写的是材料都是来自于牡蛎壳的，就是产物磨碎的产物吧。我之前有的时候休息日第一次试过一次，就是早上起来跑个2公里，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。今天是第3次穿，前2次都是休息日的早晨的2公里。今天打算挑战一下，去大阪城跑一个10公里左右吧。而且我们这个小跑团，他们周4的早晨也是这种拖鞋爱好者的叫什么轻松跑，就这鞋上坡太不友好了，现在一直在上坡。今天回评论啊，都准备了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，我专心不打路。这鞋还行啊，跑起来以后过了2公里慢慢就适应了。它其实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不需要太去用脚抓它，甚至完全不用，它也会很跟脚。这设计不错，而且很缓震。其实它不是那种薄片的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回弹罢了。好久没有穿这样的鞋了。咱们开始回评论啊。可能是新观众问我他作息时间，我的作息时间很多人不能复刻的。我现在基本上8点就睡着了晚上，然后工作忙的时候，比方说这几周我都是3点半之前就起床了，先忙一会儿再出来跑步，因为反正起来要缓一缓。不忙的时候是4点钟，然后5点出门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白天不睡觉，我没有那个午睡的基因，就该干嘛干嘛。你说有牺牲吗？肯定有牺牲，因为很多6点才开门的餐厅就去不了了。有些好的餐厅想去的确实是开得晚，然后中午12点开的餐厅就去不了了。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吃，自己做，11点多一点吃午饭，然后5点之前晚饭就吃完了。我这个是半脱产的那种作息，因为我们工作时间相对自由。5公里连走带跑能跑45分钟，体重已经从100公斤变到95公斤了。想了解需不需要跑间歇？我觉得您想这个可能太早，您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运动的习惯坚持下来。我不知道您多高，但是其实亚洲人不会太高，我觉得您应该也就是正常的身高，只不过是胖一些或者健壮一些。我的判断是，咱们如果只说配速，5公里跑进25分钟之后再考虑跑一些课表，否则就是跑就是了。因为跑课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让自己的比赛成绩更好，而不是让自己的体重减得更快，或者是耐力更好。那5分钟5公里如果在25分钟之外，就是5分钟的配速之外完成5公里，那其实您现在要攻克的问题是
跑半程马拉松，如何能全程都跑下来，对吧？加油干！您的第一个目标是不用走就跑下一个5公里，不管多快，然后体重会很快下来的，不用太担心。FIT 格式的文件能不能后期修改？能，但是很麻烦，没有很好用的软件，没有太大的必要。我理解您的心情，因为 GPS 飘把各种记录给污染了。我相信很多年前开始跑步的小伙伴都是这样的，现在好多了。不行，您就把那次运动删了，然后手动添加一个。那时候我给自己的动力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个时候被 GPS 污染的最快1公里是4分半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早晚我跑一个真的4分半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加油干！穿拖鞋也还行哈，实在不想在人家后边一直说话。要考研了，本来想的是秋天找一场比赛，之后努力考试，努力复习，但是感觉没有比赛，没有合适的，要拖到考试之后。如果每天只能抽出40分钟跑步，怎么能尽可能的保持能力？现在的月跑量是300。就我没考过研，我家属是考过的，就考上了的，但是那时候还早，不知道现在的是不是要比那时候付出更多的精力。每天45分钟，您这个年纪就多跑强度吧，跑阈值的配速，多跑速度耐力。尽量就不要有太多的慢跑了，慢跑、轻松跑占到您月跑量的20%足够了。然后差不多2个月，自己跑一次长距离，这个时间总是有的。加油干，祝您都能成功吧。冷身跑有什么讲究吗？没有讲究，我那不叫冷身跑，我得回家呀，兄弟。就跑回家了，训练完以后，你要非说有讲究的话，那就跑慢点呗。因为高强度训练之后，如果你比方说跟着团队强度训练完了，你在那社交了很长时间，停了很长时间，你再起跑，就一定要慢。肌肉都是在疲劳之后再启动的时候容易受伤，就没了。随心所欲，然后享受刚才的训练课的那种刺激感，是吧？然后开始练肌肉，上半身长了10几斤，发现跑不动，是不是跟这有关系？10几斤肯定是有关系了，这没办法，这就是你不太可能兼顾。当然了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把跑步当成锻炼，然后呢有肌肉的训练，身材好看，跑得不慢，然后体力还行，跑个半马没问题，全马不一定能有太好的成绩。这其实是健康的生活。但是你看，我是想要全程马拉松成绩的，那没办法，我上半身一点肉都没有，就皮包骨头，几乎是。现在好一点，因为这非赛季的。大学生半马首次半马就140，之后跑到了128，体重也从60减到了52。后来足底筋膜炎停了2个月，然后又不行了，体重又涨回了60，特别焦虑，特别怕别人夸他跑得快，怕自己再也跑不快了。理解啊，那您这伤得够严重的呀。但是我看了这么多人，听说的呀，认识的呀，足底筋膜炎想完全养好很少，
那养特别长时间，因为它没有太好的治疗手段。很多人其实就是跑好的。有时候您认为那个足底筋膜炎并不一定它是病理性的，就是它有可能没有真正的物理损伤，而是应激的刺激，就是强度和能力比例不达标，然后造成的。我今天好早，这一个人都没有，还是说已经休息了？他们很快就要过那个盂兰盆节，连休1周的那种。我那时候跑步也是脚疼，足底疼。不过我还是相信您对自己伤情的判断，那就很遗憾现在。不过您想啊，您成功过一次，肯定可以成功第2次。您这么年轻，我现在有时候对年龄的焦虑就是，我可能今年能跑这个，明年不一定行了。我可能这次比赛前能把体重再控制回去，下一次不一定行了。这是，就是您还有下一次，不用焦虑啊。怎么带水？就我分享这短裤，现在我在后边塞一个软水壶。如果是昨天那种训练，就是手拿着，因为在集合那儿都放在一起，也没人动。然后冷身往回跑的时候手里拿着。以前在北京的时候用那种一次性的食品袋，系上口，然后咬破了，喝完了就扔了，那就拿手里。不带手机就带表，比赛也不带手机。现在，你要是一定要带手机，就找能装手机的兜的短裤。我这现在裤子其实是可以装下一个手机的，只是我不带，不习惯。你要是带，拿一个防水的袋儿装上，夏天的时候出汗多或者下雨，衣服帽子每天洗吗？不每天洗。就休息的时候洗，然后中途可能拿水投一次，不用洗衣机洗。有那种就是投完一次以后，然后拧干，然后晾着，晾完以后有那种喷雾，能让它少一些汗味儿。训练嘛就这样，大家基本都这样。没了，跑了快5公里了。还挺适应，老哥在前面，看，又掏出了手机。早啊，今天又是哪儿？看我这个，今天又是哪儿？这个衣服啊，衣服是曼谷马拉松。哦，曼谷马拉松。哦，对了，我这还有一个评论没回完啊，还有一小伙伴说，要不要考虑12月的新加坡扎打？不考虑啊，太热了。那老哥今天也是这个，因为昨天晚上也有这个长度练，都已经进去。昨天晚上是一个3公里加一个1公里。然后老哥昨天1天2练，1天2练啊。行，那不跟大家说了啊，待会儿再聊。哎，8月10号星期4清晨。6点45，训练结束啊！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。看这个鞋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跑了，看看啊，跑了12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54。为什么慢下来了呢？到公园里不是碰见老哥了吗？之后特别的巧，碰见了3位中国来的朋友。第一位是在这边应该生活很多年的，福建的老哥，也挺大年纪了。第2位是昨天说的那位，就是又碰见他了，应该是北京来的小伙。然后又碰见一位也是来这边旅行的，上海来的，然后穿了一个南开的，好像是南开的跑步的那种上衣，然后还跟我说今年有可能天津会有城市马拉松什么的，说想去一次，也是来旅行的。后来我就跟老哥回来的时候就聊，我说我第一次在大阪城跑步是2015年，那是第一次来日本旅行，2015年的冬天，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跑步，
后来慢慢跑步的人就多了。我说的是就国内啊，真的是这几年井喷式的爆发。我看也有好多，前几年特别多，就是光着脚跑马拉松。我记得2016年、2017年的北京马拉松，就我当时那个4小时左右的成绩，总能看见，那脚上还系一个0的那种，然后还跟人打招呼。就这个不会作为一个日常的鞋，就是放松日、休息日的时候，或者是第4个训练日，你看脚上会溅上泥的，然后也还行哈。这只脚没事儿，这只脚这儿有一些磨，还是不习惯，慢慢就好了。但是就速度和跟脚的这个状态来说，完全没问题。老哥那件衣服是曼谷马拉松的，他说他跑过一次胡志明马拉松，说38度，好多人晕倒，然后跑了将近4个小时，特别厉害。就如果大家不管您是不是训练有素，只要你想跑好成绩的话，最好还是选择气温凉爽的地方，道路平一点的地方去跑马拉松。这个是出成绩的很重要的2个因素，就是气温和平坦不平坦。你高1-2度就不一样的，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温度的崩溃，可能是一瞬间，它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大家简单回评论，我还会再努力的多回一些评论。最近这2周确实是太忙了，大家见谅。然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今天是3伏的第1天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大家加油干啊！咱们下个训练日见。